那如果說現在中日外交還是旅遊還是經濟的問題呢，大家還可以打一些裝傻，打一些模糊仗哈，戰略模糊的施展空間。但是在軍事方面的叫板叫聲呢，就會更硬更直接了。我們來看到中共解放軍哦旗下的賬號中國軍號已經連續1周啊，他們在社群媒體 X 上面哦發布了許多的軍事備戰的相關影片。我們請導播來帶大家看。這些影片裡面呢，哇，又是很多這種雄赳赳、氣昂昂，然後非常壯大、壯盛軍容、耀武揚威的感覺哈，還暗示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哦。那這個東風大家都知道，可不是打麻將等胡牌哦，是實打實的超音速導彈哦。那麼中國外長王毅呢，他也是很了解日本事務的外交高層，他都警告了日本領導人講了不該講的話啊，逾越了這個不該逾越的紅線，並提出了3個絕不允許。所以楊老師，你認為，如果中國2025年已經面對讓美國這麼多方方面面，從這個科技、貿易、政治所有的刁難與挑戰之後，如果他現在再貿然開另外一條戰線，跟日本死磕到底的話，這樣做划不划算？我認為中國大陸現在了解哈，進入到21世紀，中國要發展、要崛起、要建立起中國夢、民族復興。你第一個要處理中美關係這2個大國之間的關係，第二個呢，他要處理台灣問題，而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要的環節。他過去正如蔡委員所提醒我們的，他覺得可能日本大概舉無輕重，可以跳過了，結果沒有想到高市的這番談話，使得日本的右翼整個浮現台面，而不是點的浮現。它是整個面的浮現，所以他現在在戰略上應該了解到，他必須要也同時處理日本。從北京的角度，高市的談話有3個層面哈。為什麼他這麼重視？第一個，台灣問題；第二個，歷史問題；第三，安全環境問題。3個都一樣重要。台灣問題牽扯到的就是說，因為高市的發言，可能是暗示的有武力介入的空間，所以當然，這種曾經侵略中國、殖民台灣50年的，現在又要武力介入，那這個當然台灣問題很敏感。那這裡面也牽扯到就是歷史問題。高市所代表的30年來，他對於戰爭、靖國神社、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的這些質疑甚至否認，就代表的整個。其實日本的右翼今天這不是死灰復燃吶，它根本是完全的浮現出來，所以他認為歷史問題也是中日關係現在一大的關鍵。那第3個安全環境，這個可能更嚴重，也就是日本現在已經浮現變成在第一島鏈上，從菲律賓到台灣到日本都作為美國的代理人，甚至日本自我標榜成為副警長，而就會介入到這個島鏈上其他的地區，像是台灣問題，他之前。去年這1-2年，其實也在菲律賓上面也使力很多，軍事准入條約啊，出售一些軍艦，就是海警船給菲律賓，所以這些作為，其實現在大陸應該了解到哈，從3個層面，台灣問題、歷史問題，以及也就是這個所謂的安全環境，所以他現在才會那麼全面性的。我們不要只是看這個一句話，這個反應好像變成一個外交上的衝突而已，沒有那麼單純。我覺得這個事情會是一個全面性、戰略性的這種反應作為。一句話背後其實蘊藏着非常多中日之間還有整個區域已經埋藏許久的隱憂在這一句話引燃了所有的這個引爆點。好，那如果我們假設一個情境，中日的關係現在持續往最極端的方向發展，我們不樂見。但是如果真的走到了不得不動武的階段的話，那現在中方開始引用了聯合國憲章第53條，剛才蔡委員有提到，就是前敵國再次實施侵略呢，中法蘇英美有權直接實施軍事行動，那無需安理會的授權這個條款啊。中方認定的侵略呢，當然包含了介入台灣問題，但是日本的外務省則反擊，強調這些都是老掉牙的東西，早就過時了，並且1995年進行了大會表決時，你中國大陸也是同意的啊。結果雙方現在把這個考古文又拿出來重新做解釋。我們這邊請蔡委員深入淺出這樣幫觀眾朋友上個歷史課。這個敵國條款放到現在2025年的今天，還有沒有效力？還是有效的，還是有效的。原因在哪裡？原因在聯合國憲章的位階比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更高。
換句話說，你聯合國的決議沒有辦法推翻聯合國憲章。即使說我在決議的時候舉手同意，但是我仍然可以引用比決議更高的憲章來處理這個問題。就像說，在立法院通過一個法案，即使我這個黨團贊成的，但是如果我要引用憲法的權利來推翻我原先主張的內容，可不可以？可以，因為憲法的位階高於你決議跟法律的位階。我們來看一看，聯合國憲章是有2個跟敵國條款有關係的。就是107條跟第53條第1款，第107條怎麼說呢？就是聯合國憲章不會禁止2次大戰中這個牽制國的敵國，因為該戰爭而延伸的執行的行動。也就是說，你是我的敵國，那你割讓台灣給我，我割讓台灣給，現在還來給我。就你要介入我這個取得台灣的權利，所以我可以不受聯合國憲章的約束，直截了當的跟你發起作戰。當然只限於跟第2次世界大戰有關係的項目，偏偏台灣剛好就第2次世界大戰有關係。你不能說我跟你日本去打北海方四島啊，你不能夠說我跟你日本去什麼八重山啊什麼東西去打仗，那個除非跟台灣問題有關。所以台灣問題碰巧剛好就是該次戰爭而採取執行的行動，那你自己要把頭伸過來啊！哦，這是第107條這樣規定。所以很多人說啊，那個已經決議無效了，誰跟你說無效？碰巧台灣問題就是2次大戰留下來的問題啊。那你不能說為了日本其他問題跟他打仗，要聯合國安理會同意，要不然你違背聯合國憲章。那第53條是怎麼講呢？就如果你有剛才我講的107條的情形，你不需要聯合國安理會的同意授權啊，你不需要授权哈。然後，反正你如果把它定位為說你介入台灣問題是對中國的一個侵略，然後你對此等國家的再次侵略能擔負防止責任，就是我中國的責任就是我要防止你再次侵略。那中國可不可以把台灣問題解釋為日本介入時候的再次侵略？剛剛好又可以，反而美國不行，而日本絕對是可以。所以日本不要輕忽這個敵國條款的法律作用，好像說中國已經解除日本是敵國身份的時候，這個條文就不在。對不起，這條文從來沒被修正過。那我中國隨時可以不接受決議，我可以否決決議。為什麼？因為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是沒有約束權，除非是聯合國的內部事務。2758號決議案剛好又是內部事務，因為我要決定誰是會員，誰不是會員，是我聯合國內部，跟別人無關。但聯合國大會沒有辦法去決定，加沙走廊要不要和平，只有安理會可以。所以它的運作是這樣的運作。那我們只能說，中國提到聯合國的敵國條款，剛剛好在法律戰上面已經立於不敗之地。好，現在手上有一張牌了哈，那就看雙方是不是撈更多的牌，累積到一定的籌碼之後呢，就要來做一個拼牌的較量。好，中日的外交隔空交火，然後還有剛才翻出這些歷史的條款來做解釋，當然在軍事動作上面也是不少。中方就發出了航行的警告，從11月23號到12月7號，連續2周啊，要在渤海地區進行實彈射擊，衝着誰來不言而喻。日本方面，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也在日前呢去到了冲繩的自衛隊基地去視察，還順道訪問了宮古島、石垣島、與那國島等等。他也宣布要加速在與那國島的飛彈基地部署跟地下掩體。好，如果双方真的擦槍走火了，日本知名的生物學者早稻田大學的名誉教授，這位池田教授他直言跟中國開戰的話，日本是必敗無疑的。那前首相石破茂也批評高市早苗，真正該討論的應該不是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而是要如何避免台灣有事啊。好，我們就從雙方隔着一條東海。海上的戰力也是呂艦長最擅長的一個領域，海軍配置來分析。如果中日真的開打，僅憑日本自己絕對是不夠看的。但是如果加上美國，加上第一島鏈撐腰的話，解放軍最忌憚的會是什麼？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啊，如果只算第一島鏈的話，那第一島鏈其實只有日本。那我們真的覺得韓國會抽調他的兵力支援日本嗎？大家想一想，第2次世界大戰之前，韓國受到的待遇是什麼？
它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那對於台灣來講，台灣也在第一島鏈上，台灣真的膽敢抽調任何的海軍去支援日本嗎？而且日本需要嗎？那等一會兒我們來講這個問題啊，也就是我們不斷的看到，中國大陸其實在這種無論是渤海或者是黃海的軍演，但是其實這些都是例行性的，跟日本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看到21號他所發布最新的遼航警495的話，其實它只是在大連跟旅順的附近，那甚至呢都還沒有進入黃海啊。那也就是說，這一個區域經常發布這樣的一個軍事任務。為什麼？因為其實大連它有任何的，例如說055萬噸驅逐艦，它可能要進行海試的話，它會用這一塊。而且旅順呢，它最近有非常多新的裝備也是如此。可是今天我們又看到了另外一個，就是劉公島這個地方也會進行實彈射擊。可是這個實彈射擊呢，它的距離非常的短，它只有它的半徑1海里。那半徑1海里，直徑2海里，也就是算出来也不過就是3.7公里而已。在劉公島這個地方，也跟實際上不要講說跟北韓、南韓、跟日本更是沒關係。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剛剛主持人特別問了有關於美國的態度是什麼？我們看到啊，這是日本的一個智庫，四川平和財團，他之前提出的一個群島防禦的一個概念。那他這個是2017年提出來的，提出來的時候，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美軍的角色，也就是日本，他要負責第一島鏈的防務。那接下來美軍的無論是隱形戰機或者是航空母艦打擊群，都會從第二島鏈來馳援。可是我們看到2023年。同樣的一個智庫，他又提出了2.0，它有新的更新。它更新了之後呢，我們看到了什麼？它將這個各型飛彈的射程呢，都進行了調整。因為日本還是獲得了很多的新裝備，無論是自制或者是外購。那但是我們在這上面有看到美軍的角色了嗎？沒有了。意思也就是我們講到的有關於美國是不是會來馳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有關於與那國的問題是這樣啊，與那國其實它上面已經不是荒島一片了，它現在蓋了非常多的一個雷達站哦。那在這個雷達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它就是24小時1年365天全時開啟的，所以它有這麼多雷達，也就是今天開 A， 明天開 B， 然後但是我要全盤的能夠掌握那個與那國北邊以及跟台灣之間的一個所有的一個船只的動態啊。那我們看到了這麼多，其實我們剛剛還看到了這一張哦，這2張照片，也就是我們看到了美國美國的陸戰隊啊，它搭乘了 CH-53超級種馬的這種直升機。直接落在與那國上面，它其實這張照片其實它是提供由與那國提供它熱加油，也就是它實際上它沒有停機，還在加油。那另外呢，我們看到它就是人員的整補的部分啊，所以其實美國也不斷的在加強整個日本西南諸島的一個防務，但是有用嗎？沒有用，因為美國不會來。不會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會回到節目呢，還有更多美中之間的晶片話題，以及俄烏的和平提案呢，現在有許多的討論，我們待會會帶你來看。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